Jay， 你好，怎么称呼你？哦，我们是今天来报道的见习生，我叫 Shane。所以你们是大三升、大四的学生？对，没错。所以你们是设计相关的？是。因为我大学也是念资讯工程背景然后研究所念了设计。那我们走吧。OK。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工作空间。那我们现在目前有16个正职的伙伴。然后有一些实习生啊，跟我们一起合作 part time 的 freelancer 都会在这个空间里面进行开会啊、制作这样子，我就带你进来看看吧。哇，大家看起来都好有战斗力哦。这边就是我们的工作空间，有一个特别点啊，就是大家的位置其实是一起讨论出来的，主要就是我们在一个会议上讨论谁做哪，然后就变成现在长相这样子。然后你的位置在这边。Jay， 我想问一下，现场怎么好像有些座位没坐满？就是我们这边工作情况是，你挑自己喜欢的8小时，因为毕竟我是创意工作者啊，所以每个人有效率的时段可能不太一样。好，那我们去开会。因为你们没听过这个案子，简短跟你们介绍一下。我们在高雄博尔有一个展览，去年我们其实也有参与，然后今年我们是主要的策展人。那我们今年就是以科幻为主题，然后名字叫无条件敬畏。我们就会讲有一群人不断的想象未来，然后有一群人不断的实现，就很像我们数学里面无条件敬畏。我们想要以这个为主轴去讨论科技的议题，这样。这边就是我们实验室。做 prototype 的时候就会在这里。我解释一下什么是 prototype， 中文叫雏形啊，就是我们在做一个专案的时候，其实很容易，因为每个现场不一样，那我们要在事前模拟那个现场的状态，所以我们在做专案之前就来这边搭一个这样，我们叫 prototype 的东西。所以在这里是用 VR 眼镜去做测试，尽可能还原现场性的话，我们就还是会用真实的环境去搭。那有一些可能场景太大，一些效果就会在 VR 里面模拟，就视专案而定。我们这一行其实不太需要证照，因为其实从作品集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的专业能力，然后我们在面试的时候知道你在某些面向上的专业的能力。应该说我们这一行其实特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因为我们是做数位体验的，所以我觉得好奇心啊，敢于就踏出舒适圈啊，去摸一些自己没有接触过的面向，都是蛮重要的特质。数位体验一般这个不是称作互动设计。我们会说我们公司是数位体验的关系，是因为很多时候用数位做出来的作品不一定有互动性。就像我们去看一个好莱坞的电影，里面可能有大量的电脑制作或者数位科技做出来的特效，但它其实和观众是没有互动性，它就单方面的收看。所以我觉得在数位科技被发明之后，我们可以拿这个工具来做很多新的面向的体验，那我们就不用只是 focus 在互动性上。Jay，想请问一下，关于你们整个作品的呈现，它是如何做分工的？我们团队就有分几个部门，有创意、PM、程式、视觉跟硬体。对，那我们在每个专案前啊，都会开一个制作会议，根据那一次的成员，然后讨论个别的分工，整个团队合作的方式啊，工作模式，反而比怎么分工还来得重要。大家看到这个就是 DigiWeb 的 prototype， 然后现在我们就直接到现场去吧 ，Go。这边就是博尔的 P2 仓库，就是我们这次的案场 DigiWeb 的主场馆，我们走吧。哇 ，Jay， 这装置也太酷了吧！看到现在就是 DigiWeb 的现场，然后这次这是一个以科幻为主轴的展览，现在在做校正的部分，然后校正分2个部分呢。你现在看到天花板有很多的投影机，然后我们就把它拼成一个画面。声音的部分呢，就铁锤制作这边在做一些音场，在里面游动的时候相位上的校正。请问一下，在进场的时候遇到什么样特别的状况需要随机应变吗？其实我们在进场的时候啊，几乎是每1分钟都有可能有状况，我们没办法预设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，所以我觉得那个心态也是蛮重要，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个积极解决问题的心态。进场前其实把所有的设备或者是可能遇到问题，其实在公司就有模拟过状况。对，但是进场的时候还是会陆续出现一些非人为的事情。这样举个比较夸张的例子，像去年的 DigiWeb，虽然不是我们策划，但我们有参与，然后就那个建筑物还漏水，就有这种比较夸张的状况。
因为我们团队做的事情啊比较复杂一点，就是它介于艺术跟设计之间摆荡，然后也有可能是在科技跟美学之间摆荡。跨域是蛮重要，就是要理解别的业种或者是不同的知识，对于跨界不排斥是蛮重要的。那我会发现有些学生对于这个领域是真的很有兴趣的，那我会期待大家能在这个领域发光发热。